3天，这么快？快？早在200年前，我便已经有了神节的感应，知道神节将要降临。而这200年的时间里，我为神节做足了准备，也拖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已经没法再拖了，所以我才准备在3天后度神节。有把握吗？把握？我是1重天界神，之前便曾度过1重神节，那次我有充分准备，所以过程还算顺利。但这次我要度的劫却是2重神劫，这第2重神劫比第1重要难太多了。我虽然经过这200年依旧有充分准备，但能够度过神劫的把握却顶多只有3成。3成？3成已经很多了，正常的界神在度第2重神劫时顶多有1-2成的把握。剑无双，3天后我就在渡劫峰上渡神劫，到时候你也可以前来观看，毕竟你早晚要面对神劫的，现在提前感受一下神劫的威能，对你也有好处。剑无双，难得能够看到别人渡神劫的场景，你要好好看着。虽说这神劫跟逆修劫有极大不同之处，但感受下神劫的威能，也能让你有心理准备，对你有好处。我知道，东文兄，一定要渡过去。神劫已经开始酝酿了。好强的威压！这位东门界神还好，他属于比较普通的修炼中，没有太过出奇之处，所以他面临的神劫应当也是比较正常的雷劫。雷劫？在万古混沌世界，神劫多种多样，有很多种，且越是厉害了得的修炼者，面临的神劫也越加强横。不过，这些神劫大致可以分为3种，分别是雷劫、火劫以及心劫。这3种神劫里边，雷劫是最为普通的，火劫其次，最可怕的是心劫。这位东门界神现在所面临的，便是普通的雷神劫。以他的实力，若是准备充分的话，度过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我的逆修劫难道面对的也是其中一种吗？逆修劫我知道的大多有可能是，但也有可能不是。总之就算是，你面临的也绝对是最可怕的心劫。神劫已经酝酿好，要开始了。来吧。破！那是东门界神直接施展了自己拼命的秘术，连带着施展最强的绝学，可这样能挡住那道雷霆吗？敌打下来了。别高兴得太早，刚刚那只是第1道雷霆罢了。这东门界神渡的是第2重神劫，所以这雷霆也共有2重。刚刚那1重是比较弱的，而接下来的第2道雷霆却比第1道要强得多，这才是对他真正的威胁。我若是他，现在趁那第2道雷霆还未彻底降临，赶紧吞服丹药，恢复自身状态，尽快使自己的状态恢复到巅峰，这样才好迎接接下来的第2道雷霆。不错，准备的倒还挺充足。东门兄的状态已经恢复到巅峰了，看样子那第2道雷霆他度过的几率相当大。怎么回事？纵然是第2道雷霆，可这威压未免也太强了一点吧？是强得过了一点。本座当初渡第2重神劫时，这第2道雷霆威压并没有这般强横的。威压越强，那第2道雷霆的威能岂不是也更强？怎么会这样？我之前以为这东门界神渡的神劫很普通，可现在看来却并非如此。什么意思？不清楚，但或许跟他曾经造就的杀戮有一定干系。
杀戮，杀戮对神劫也会有影响。当然，杀戮越多，特别是大肆屠戮众多无辜者，这对神劫都会有一定影响的。特别是像血煞门的人，他们经常大肆屠戮，为提升自己实力而炼化亿万生灵，所以他们面对的神劫也将无比的恐怖。而这位东门界神，年轻的时候应当造就过一番杀孽。这样啊，看样子这位东门界神怕是麻烦了。东门界神手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件宝物，那龟壳应当是一件非常厉害的混沌奇宝吧？而且还是护体方面的，这价值可不低呀。有这龟壳护体，看样子东门应当无碍了。不！那是火劫。的确是火劫，同样是神劫，可火劫却比雷劫要可怕无数倍。刚刚那东门界神面对的第二道雷霆，便夹带着一丝丝的火劫，虽然并不完整，却依旧穿过了那黑色龟壳的阻碍，直接灭杀了他。这便是渡劫失败的下场。任何修炼中，在界神这一层次，都是在走鬼门关，而且还需要走3次，只有3次全部通过，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顶尖强者。可那3重神劫，任何一重渡劫失败，都只有生死一途。简无双，公主已经传下话来，1个月便会在仙宫内授课，你做好准备。要来了吗？你便是剑无双。过来。这段时间我在大禹界域经常听到有人议论你，你的天赋不会比天圣府的那位青阳界神还要差吧？可惜你现在只是界尊，等你突破到界神，有机会我真想会会你。这楚萧的实力比起东门界神来都要强上一些，而我在这80年时间里面，实力虽然有不断的提升过，可也只是勉强跟一般的1重天巅峰界神斗上一斗，碰上东门界神都狼狈不堪的只能逃命。若是跟着楚萧交手，我的确远远不是对手。啊，在大禹界内1重天界神里面，能够比楚萧要强的，难道他是青阳界神？这位是天圣府的青阳界神，他跟你们一样，也是来听公主授课的。哦，大名鼎鼎的青阳界神，我可是如雷贯耳呢。大禹宫内宫第1人楚萧，我也听过。等听公主授完课后，就在我大禹宫内，你我正面较量一次如何？当然可以。进去吧，公主已经在里边等着你们了。简无双，你现在知道有强者指点，跟自己独自一人盲目的去摸索，差距有多大了吧？这大禹公主还只是一位3重天界神，而且她还只是随意授了堂课而已，可对你来说却依旧受益匪浅。而你现在若是在星辰一脉的老巢，在星辰一脉内远比这大禹公主更强的存在指点，或者你干脆再拜一位强者为师，到时候你得到的好处将会更大。可惜你现在短时间内回不了星辰一脉，且用不了多久就得渡第1重逆修劫了。这个时候能有这大禹公主指点你一次，也算不错了。公主，按照您所吩咐的，
我大禹宫内宫当中悟性较高的弟子，都已经集中到这儿了。老夫不久前在一处秘境内，得到了一副非常有意思的棋局。这棋局一共100步，每一步都相当于是一重考验，也就是这100步就相当于是100关。今日老夫便用这棋局来好好检验下我大禹宫这些弟子的悟性。这棋局，原来是这棋局，怪不得用来检验悟性了。国王，你知道这棋局的来历？当然知道，这棋局来历可非常之大，在整个万古混沌世界，在那10大修炼圣地当中，可都有着极大的名气。在10大圣地当中有极大的名气。这棋局名为罗星局，创造它的乃是一位大能者。大能？那位大能一共创造了2幅棋局，一幅是你现在所看到的罗星局，还有一幅则是大罗星局。罗星局只有100步，不算太过珍贵，而大罗星局足足1万步，那才是真正的惊天动地、变化莫测的手段。当然，对你这一层次的修炼者中，单这罗星局便已经非常了得了。剑无双，这大禹公主将罗星局拿了出来，应当也会给你破解的机会。你待会儿千万要抓紧时间去好好钻研破解这副棋局。别看这棋局是针对悟性的考验，可实际上这棋局当中蕴含着莫大的机缘，且你破解的步数越多，得到的好处机缘也就越大。是这样吗？青阳，之前你天圣府欲要你来听老夫授课时，老夫本不答应的。之所以这次会破例，就是因为这棋局的存在。老夫很想瞧瞧，被称之为我大禹第一天才的你，在10年时间里能够破解多少步。10年？晚辈定当竭尽全力。剑无双，公主，你天赋奇高，或许不比青阳差，但可惜你只是戒尊之境，以戒尊之境去破解棋局，破解的步数应当不会太多，但老夫依旧会给你破解的机会，跟他们一样，都是10年，你要好好把握。多谢公主。好了，你们每个人都有10年时间，至于在这10年破解棋局的过程当中，各自能够得到什么机缘，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去吧。青阳界神，说实话，我对你这位大禹界域第一天才一直很不服气。既然今天注定要分个胜负，直接从棋局上开始较量吧。你想做什么？很简单，密室没必要去了，我们就在这空地，当着公主，当着我大禹宫众多强者面，直接破解这棋局。10年时间，看你我谁破解步数更多。就在这空地上破解？怎么，你莫非不敢？你都敢，我又有何不敢的？那好，你我就在这空地上破解棋局。这2个家伙都是天才，可惜一个个都顺风顺水，傲气也太重了。的确，看似耀眼无比，可实际上他们走的路却太过平坦。剑无双，他们2个现在在比拼，你在大禹界域的名气可不比那青阳界神低呀，你不去跟他们比比？我没兴趣。国王，这怎么回事？哼，怎么回事？
还不是你没能破解刚刚那一步？剑无双，这小罗星局是那位大能者创造出来的，无比奇妙。棋局本身是根据修炼者而来的。你既然是剑道修炼者，你在棋局内，你要破解的便是剑招。剑招？你的意思是要我破解那一剑？对，这破解可不是你将那一剑挡住就行了的，而是你同样施展剑术，将对方击溃或是击杀。你可明白？这个我当然明白了。可是刚刚那白袍人施展的剑术可是蕴含剑道的，很明显他能够感应到剑道的存在，可是我开辟的3条最强剑道却完全感应不到，这要如何破解？谁说感应不到剑道就无法破解那剑术的？对，就算没有剑道的存在，那白袍人影的剑术也并非不可破呀。剑无双，你平日里跟人激战大多是剑术剑道相配合，但在很多程度上你却太过于依赖自己的剑道了，反而忘记了剑术的本质。而这小罗星局考验的便是剑术的本质，不依赖剑道，甚至完全没有剑道的情况下，击败蕴含剑道的剑术。剑术本质，我明白。明白了就好。在正常情况下，你是很难有机会完全舍弃剑道，专心修炼剑术本质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就算你自行可以不动用剑道，但因为你开辟了3条最强剑道的关系，你的剑术一施展，自然而然就带着剑道。而这小罗星局却给你创造了这等机会，这机会可非常难得，你好好把握，尽可能将步数破解的更多。之前的大禹公主说你只是界尊，破解的步数不会太多，这的确有道理。小罗星局是受到修炼者境界影响的，可你是逆修，界尊层次的逆修，实际上也跟那些一重天界神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你破解的步数未必就比他们低，甚至你的悟性绝佳完全有可能比他们破解的更多。10年时间，好好努力吧。楚萧师兄已经破解第1步了。这才1天，那青阳界神还未破解第1步。1天便破解第1步，你这大禹宫的弟子也不算太差。那是当然。你的度太慢，这才第1步而已，这么着急做什么？花费了3天时间，这小罗星局的第1步总算是破解。哼，3天才破解第1步，你这速度可真够慢的。据我所知，才第1次接触小罗星局时，只用了片刻功夫便破解第1步的天才都大有人在。我第1次适应没有剑道的环境，速度难免有些慢，等我渐渐适应过来，效率肯定会有不同的。足足10年时间，着什么急？第10步了，楚萧师兄已经破解第10步了，这才1个月。这青阳界神，第10步也破解了，太厉害了！这2个人都很厉害，不过楚萧师兄破解的速度要比那个青阳界神要快上一些。王，你教给我的方法倒是真管用啊！这小罗星局后面的步数虽然越来越艰难，但是都没法给我造成太大困扰。哼，你也不瞧瞧我是谁。当初我跟随洛真王在万古混沌世界闯荡时，连那大罗星局都见识过，自然知道这小罗星局该如何利用了。这小罗星局针对剑术本质，而剑术本质却重在积累。破解这小罗星局最忌讳的便是急躁，得慢慢来。
在破解剑招的过程当中不断去积累，就算你已经可以有能耐将那剑招破开了，你也可以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去破解，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这样你体会的才会越多，积累的也会越多。纵然后边的步数会越来越难，但只要给你时间，你都可以慢慢破解开来。可你若是太过急躁，只想一味的在最短时间内破解更多的步数，反而会受到限制，很有可能在其中一步当中困扰很久，就跟修炼者陷入瓶颈一样。这样啊？可惜这小罗星局你只有10年的时间破解，若是给你充足的时间，你纵然只是一个界尊，可只要按照我的方法稳扎稳打，破解开第40步、第50步都有可能。但现在嘛，剑无双，现在已经过去6年了，还剩下4年。这4年里，刚开始2年，你继续按照我的方法稳扎稳打的去破解，但到了最后4年，你就不需要顾及那么多，全力以赴，尽可能的破解更多的步数。明白了。看，青阳界神棋局的第29枚黑子消失了。他把第29步给破解了。哎，该死！他破解了第29步，可楚萧师兄却还卡在那一步上啊！怎么会？我一直比他快上一些，为何现在已经破解到29步了，我还困在上一步？该死！这第29步该如何破解？该怎么办呢？他急了，这一急，这场比拼也将没有任何悬念了。这小家伙，嘿！都停下吧！若是单论悟性，楚萧虽然比青阳界神要差上一些，但也不至于差得如此离谱。可惜他太过急躁。无苍兄，你在飞雪道场内都身兼要职，见过的天才数不胜数。你看那青阳界神如何？青阳界神，勉勉强强吧。勉勉强强？从那小罗星局上，其实便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你我都清楚，小罗星局一共有4道门槛，每33步为1门槛，而且一重天界神只要能够在10年的时间内破解33步，度过第1道门槛，方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顶尖天才。这样的天才，我飞雪道场也颇为的欢迎。可这青阳界神在这10年里，仅仅只破解了32步，而且第32步还是在最后1年方才破解出来的。这等悟性还无法称之为顶尖天才。当然，在一个普通界域当中，的确算是非常了得。可在我飞雪道场里面，这样的天才，怕是连前50都进不了。是这样，那倒真是可惜了。大禹，其实在你大禹界域内，的确有一个真正的天才。是剑无双。剑无双那小子是很了得，界尊之境便能斩杀1重天高等界神，但这只能说明他战力强，无法说明他的天赋跟潜力吧。光凭战力的确说明不了，但小罗星局本来就是针对悟性考验的，这小罗星局应当可以将他的天赋体现出来了吧。大禹，你之前一直都将心思放在你大禹宫的楚萧跟青阳界神身上，却丝毫不曾注意到剑无双。可我跟你不同，这10年时间，我一直都在暗中注意剑无双，他在那密室当中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哦，你猜这10年下来，那剑无双将小罗星局破解到了哪一步？
还卖关子？这小罗星局是受到境界影响的。正常情况下，一名一重天界神只有在10年时间里破解了33步，才算得上是顶尖天才。而对界尊，10年时间里起码也要破解20步，才算是顶尖天才吧？难道那剑无双破解了20步？20步？不止。20步还不止？吴苍，快说，那小家伙到底破解了多少步？那剑无双一开始破解起来速度并不算太快，但难得的是，他到后边的每一步都几乎没有碰到太大的阻碍，一路非常顺畅。10年的时间，100步的小罗星局，他最终破解了35步。什么？怎么可能？10年时间一到，结果刚刚出来，这位大禹公主跟身边那位乌苍大人应当是在议论结果，可现在她却如此失态，难不成是我在10年时间里破解了32步，让这位大禹公主都颇为震撼？可这不对呀，我破解第32步时，她就看在眼里的，当时可并没有任何反应。那剑无双真的破解了第35步？你确定你没看错？我一直盯着他所在那间密室，又岂会看错？就算是一重天界神，只要能够在10年时间里破解33步，便算是顶尖天才。且每多破解一步，也就越了得。一个一重天界神，若是能破解到了35步，那在我飞雪道场内都属于那种妖孽当中的妖孽。可真正不可思议的是，那剑无双竟然只是一个界尊。界尊便在10年里破解35步，我真不知道他悟性得有多高，他的潜力又有多大。总之，这剑无双比那青阳界神要强太多了。看，那小家伙过来了。青阳界神，这破解棋局的较量的确是我输了，我认输。那接下来便是实力上的比拼，依旧在空地上，当着公主以及我大禹宫众多强者的面，敢与我正面一战否？楚萧师兄向青阳界神正面挑战了。这次挑战可跟刚刚那破解棋局的较量不同。对，破解棋局靠的是悟性，这青阳界神悟性强，不见他的实力也比楚萧师兄要高。嚯，那论实力，楚萧师兄可是我大禹宫内宫第一人，在我所见过的一重天界神里边，我还从未见过比他更强的。既然你要战，那便战吧。若不面对面将你彻底击败，只怕你也难以心服口服。上！比都太快了！青阳界神，你的实力的确强得可怕，是我碰到的所有一重天界神当中最强一人。接下来我会施展最强一招，你若能正面挡下，我楚萧才服你。最强的一招，放马过来便是。星月魔神。出现了，星月魔神，这是楚萧师兄最强的枪法。我已经很久没看到楚萧师兄施展这一招了。平日里，就算跟我内宫那几位一重天巅峰界神切磋，他也用不着施展出这一招，就能够轻易取胜的。楚萧师兄将这一招都施展出来了，我就不信那青阳界神还能够挡住。
什么？仅仅只能将我逼到这一步吗？楚萧，现在你可曾服气？楚萧，大禹宫内宫第一人。之前我一直认为你是大禹界域唯一一个能够逼我全力出手的一重天界神，可现在看来并非如此。用不了多久，我便会去渡第二重神劫。我本想在渡劫之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手，让我全力出手一战。可惜大禹界域虽大，却连一个让我全力出手的一重天界神都没有。这小子挺狂的呀。他不是狂，只是找不到对手而已。找不到对手，不是还有剑无双吗？他在做什么？我们这里正打得火热，刚刚楚萧师兄跟青阳界神那一战也是那般的精彩。可这剑无双，他竟然一直在发呆。他是不是吓傻了？这个时候还发呆，搞什么鬼？这小子，看来是之前破解那小罗星局的10年之内有莫大感悟，而现在一从密室当中出来，他便迫不及待地陷入沉思当中去了。可他要感悟，也不知道分分场合。这小子，剑无双，剑无双！诸位，都看着我干嘛？剑无双。啊，公主。刚刚楚萧跟青阳一战，战得那般激烈，可你倒好，竟然独自一人在旁边发呆。剑无双，你还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楚萧跟青阳界神一战，谁赢了？剑无双。青阳界神实力极强，我不是他的对手。如今我大禹界域2重天界神以下的修炼当中，或许也只有你才有资格跟他一战了。我？楚萧兄，连你这位大禹宫内内宫第一人都敌不过，我才界尊之境，怎么是他的对手？剑无双，原本你仅仅只是界尊，我不屑对你出手。不过在来的途中，我师尊便曾交代过我，若是有机会，叫我务必斩杀了你。青阳界神，你想做什么呀？做什么？师尊之命，岂能违背？更何况，你还杀了九溪。虽说我跟九溪关系不算太过亲近，可她毕竟是我师妹，师妹之仇，岂有不报之理？剑无双，你出手吧。我若是不出手了，这里可是大禹宫内，你敢乱来吗？剑无双现在在我大禹宫内做客，若是他答应和你交战，你便可以出手；可若他没答应，你却不能动他丝毫。我当然不敢在大禹宫内乱来，不过可现在你血岩岛正跟金阳宗斗得热火朝天，若是这个时候我天圣府也前去插上一手，或许无法将血岩岛彻底覆灭，但也足够让血岩岛喝一壶的吧。威胁我？既然你那么想跟我出手，那我便成全你，答应与你一战。不过这一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行。过一段时间？在破解棋局这段时间里，我有不少收获，现在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些时间把这些收获完全消化掉。我相信你也是如此。放心吧，用不了多久，就1年时间，1年之后你我再交战，怎么样？仅仅1年？那好，
我便在大禹宫内等你1年。答应了？那剑无双竟然答应了跟青阳界神一战？那青阳界神说得很清楚，就是想在交战当中将剑无双给杀死。这剑无双竟然还傻乎乎的答应了跟他交战。虽然拒绝别人的挑战会损失颜面，但他毕竟只是一个界尊，而青阳界神是一重天界神当中的第一人，境界实力差距如此之大，剑无双就算拒绝了也不会有人多说什么。可现在他却答应了下来，这未免也太不明智了吧。你说那小家伙是真的冲动了，还是对自己的实力有把握？我个人觉得是第二种。那剑无双天赋奇高，远非青阳界神所能够相比，而且在心性方面比那青阳界神也只高不低。这一点从他破解了小罗星局第35部，但出来后却只字不提就可以看出来。他很低调，懂得收敛锋芒。一个如此心性之人，又岂是那么容易冲动的？而且他还将那对决延迟了1年时间。别小看这1年，他刚在那小罗星局上有巨大无比的收获，只要好好消化，这1年的时间就足以令他的实力达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显然他是知道这一点，才答应与那青阳界神在1年后对决。那这般说来，1年后遭殃的反而是那青阳界神了。这也未必，毕竟那青阳界神实力还算不错。之前击败你大禹宫的那楚萧都没有竭尽全力，短短1年时间，剑无双能否提升到跟青阳界神媲美，甚至超过他的地步，还真说不准。那倒是有意思了。1年后，老夫倒要瞧瞧这2个小家伙究竟是谁笑到最后。岛主，事情本座都已经知道了。剑无双，你不该答应与那青阳界神决战的。我知道，那青阳界神用我血岩岛来威胁你，你这才答应跟他交手的。可实际上，他的威胁根本不算什么。我血岩岛在大禹界域存在了那么多年，若是那么容易让人揉捏的话，那早就不存在了。至于他所说的天圣府与金阳宗联手，先不说他2大势力曾经也争斗过无数次，早就结下了深仇大恨，几乎没有联手的可能。且就算联手了，我血岩岛也丝毫不惧，他们顶多只敢从我血岩岛手中占些小便宜，但却不敢真将我血岩岛给逼急了。因为一旦逼急了，我血岩岛完全可以不顾金阳宗，而选择跟天圣府死拼，跟天圣府抱着一块死，或者不顾天圣府与金阳宗死拼，抱着金阳宗一块死。那2方势力也不是傻子，他们不敢这样做的。所以那青阳界神之前所说的话根本就是空口大话，只是为了让你出手，然后在激战当中将你杀死而已。岛主，你说的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也早知道了那青阳界神对我的威胁并没有太大作用。你早知道了？既然早知道，那你为何？那是因为我想跟那位青阳界神一决高下。你想跟青阳界神一战？这位青阳界神是大禹界域1重天界神当中的第一人，这样的人物，我的确渴望跟他交手。而且他之前也说了，马上要渡第2重神劫了，一旦渡过，他应当便会离开大禹界域，去其他地方闯荡。到了那个时候，我再想跟他交手就没机会了。现在唯一的机会摆在眼前，岂能错过？可那青阳界神摆明了想要杀你，1年后你依旧只是界尊，
到时候跟他交手，你有把握？现在没有，但是1年之后应该有。应该？岛主，我既然敢答应与那青阳界神交手，自然是有一定底气的。1年后那一战，纵然我敌不过，但保命却绝不是问题。你尽管放心吧。能保命就行。我仅仅只是界尊，虽说之前有斩杀了一重天高等界神的战绩，但战力充其量也就是非常接近一重天巅峰界神而已。怕是没人会认为在1年后的决战上，我会把那青阳界神击败了。破解第35步的剑术积累，1年的时间，开始吧。那剑无双之前一直待在大禹宫内，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出手杀他，而现在倒好，不需要我再找什么机会了，就由你直接出手，在接下来的对决中将他斩杀了便是。我原本也没抱什么希望的，却没想到他那么容易就接战了，也不知道他是真自信还是太过愚蠢。短短1年的时间，就算他实力真有精进，又能精进多少？难不成还能够达到楚萧那般地步？到达楚萧那一层次，哼，他是做梦。他一个界尊能够到达现在这样的战力，已经是不可思议了，还想继续提升？除非他能够度过神劫，真正成为一重天界神，不然他一点希望都没有。师尊，你可知那位乌苍大人这段时间一直待在大禹宫内？乌苍大人？这位乌苍大人在飞雪道场内身兼要职，似乎还有着一定的权势，且之前不管是破解那棋局，还是我跟那楚萧的对战，这位乌苍大人都看在眼里的。我之所以在大禹宫内展露出那般锋芒，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位乌苍大人。你是想引起乌苍大人的注意，然后让他替你引荐？对，飞雪道场那是整个飞雪神国的天才集中营，也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可惜没人替我引荐。我想要进入飞雪道场也太过艰难了，而这次对我来说就是一次好机会。若是能够让那位乌苍大人看中，有他替我引荐，或许我就可以真正进入飞雪道场内，到时我这一身天赋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发挥出来。那乌苍大人可曾来找过你？之前在仙宫之前，他应当注意到我了，却没有任何表示。或许是我展露出的实力还不够，还没法真正打动他。毕竟我跟那楚萧交战时根本没有竭尽全力，所以1年后我跟那剑无双交战时，不管那剑无双实力如何，我都要把我的最强实力全部拿出来，干净利落地将他灭杀，也能让乌苍大人好好看清楚。飞雪道场，我一定要进去，那里才是我真正应该待的地方，没人能够阻挡得了我。小罗星局10年积累，半年的消化，总算让我创出了一招全新的剑术绝学来。这一招光华久久不散，宛如永恒，它的名字便叫做永恒之光吧。剑无双，现在你可以尝试将这门剑术融入到你的血风剑当中了。融入血风剑？试试吧，希望能成功。成了。剑无双，你挥剑看看。
会这样？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不可思议？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剑无双，你见识太低，根本不知道你的血锋剑价值何等惊人。那可是极品剑胚呀，足以让无数强者去疯狂争夺的。而极品剑胚一旦融入绝学，威能便会不断展现出来。你现在施展剑术，可实际上你已经催动了血锋剑内那永恒之光的威能。也就是说，你现在用血锋剑随手施展一剑，都相当于你之前全力以赴施展出的永恒之光的威能。你若是再施展剑术绝学，那就是2种绝学叠加在一起，何等可怕！2种绝学叠加，相比起一重天巅峰界神来，我唯一的劣势就是爆发出的力量威能太弱。我纵然竭尽全力催发血煞降甲第2阶段的威能，也只能跟一重天高等界神媲美。可现在却不同了，不急，还有半年时间，这半年里我依旧可以继续消化之前的积累，我的剑术还可以继续提升下去。这青阳界神倒是老早就来了，可那剑无双呢？到现在了还不露面。都这个时候了，那剑无双怎么还不出现？难道是怕了？很有可能，之前他本就一时冲动才答应与青阳界神的对决，而当他冷静下来后，他肯定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何等愚蠢，所以干脆怯战。怯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总比在这对决当中丢了性命要强吧。这都要交战了，他竟然还待在密室。剑无双，原来是时间到了。岛主，剑无双，今日便是你跟青阳界神交战之日，所有人现在都在那演武场上等着你，可你倒好，竟然一点都不着急，还在密室当中悠闲地修炼着。我只一直在全神贯注修炼，一时间忘了时间罢。外边的人可都说你是怯战，不敢出面与那青阳界神一战了。怯战？哼，我剑无双出生至今还从未怯战过，更何况这一战我也颇为期待。剑无双，待会儿到了演武场上，在交手之前，你先去找大禹公主，让大禹公主暂时将那碧焰流沙葫芦归还于你。大禹公主应当不会拒绝，而有碧焰流沙葫芦在手，你的实力可以更强一筹，面对那青阳界神的把握也会更大。碧焰流沙葫芦？这碧焰流沙葫芦暂时就不需要。不需要？这般自信？看着就是。是剑无双！终于来了呀！他竟然敢来，我还以为他逃掉了呢。剑无双，原本想找机会擒住那小子，逼问风儿的死因的，但现在看来，怕是没机会了。这小子就是剑无双，敢杀本座弟子，今日本座倒要看看你怎么死。终于来了吗？剑无双，你很幸运。虽说你实力不怎么样，可你却有幸成为我进入飞雪道场的踏脚石。这一战，老老实实将你作为踏脚石的作用完美发挥出来吧。这一战我期待已久，青阳界神，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会让你如愿的。这一战，我要将我所有的能耐全部施展出来，就绝不能一开始就将这剑无双给斩杀，得慢慢来。好强的一刀，好精妙！如此精妙的一刀，他竟然随手就施展出来了，竟然刻意压制自己的神力，想依靠绝学招式赢。
错。青阳界神，别藏着掖着了，将你的实力全部拿出来，不然就算我击败你也没意思。短短1年时间，你的实力比之前要提升不少吗？既然如此，那我便如你所愿。龙闪，千龙闪。没意思。风波吟，本以为这一战没有任何悬念，可现在两人一交手，竟然是青阳界神落入了下风。青阳界神反而被剑无双给震退了出去。剑无双占上风。剑无双，看来我倒是真小瞧你了。1年前，你的战力顶多也就接近一重天巅峰层次，随便来一位一重天巅峰界神，应当都足以碾压你。可1年后的现在，你的实力竟然已经提升到了这般地步，恐怕就算是那楚萧，现在也不是你的对手吧？剑无双，他的实力真的已经超过我了。1年时间，实力提升这么多，剑无双，我真好奇你到底是如何修炼的？难道是因为之前破解那棋局的关系？之前的棋局，你破解了多少步？剑无双破解的步数，老夫是知晓的。跟你们一样，他也只钻研了10年时间，而最后他破解的步数比青阳你要多出3步来。比我要多出3步？青阳界神在那10年的时间里，可是破解了32步的，他比青阳界神还要多出3步，那岂不是破解了35步？一个界尊，10年时间破解了35步，开什么玩笑啊！之前公主不是说过，那棋局会受到境界的限制，一个界尊破解的步数不会太多的吗？可为何他比青阳界神都还要破解的多？这个剑无双还真是够低调的。你说他明明破解了35步，比青阳界神都要厉害得多，可当初他从密室当中刚出来之后，对此事可是只字不提呀。若非现在青阳界神询问，那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真正的破解步数。怪不得这剑无双在短短1年时间里会有如此巨大进步了。原来破解棋局那一次，他才是收获最大的那一个呀。剑无双，你一个界尊，在10年时间里能够将那棋局破解35步，可真够了得的呀。不过这样也正好，若是你实力太弱，我跟你交手时还得束手束脚，但现在我却可以真正拿出全部实力来跟你交手了。剑无双，你应当值得庆幸。抛开那些2重天以上的界神不说，你毕竟是这大禹界域内唯一一个有资格让我拿出全部实力来对战的人。剑无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因为马上你就要死了。终于要全力以赴了。我倒是很想瞧瞧，被大禹界域无数修炼者公认为1重天界神当中的第1人的你，真正实力到底有多强？放马过来吧！哼！啊！天哪！数10个青阳界神，这应当是一门秘术，只不过这门秘术非常了得，幻化而出的那些身形，让人根本分辨不出真假。堂堂2重天界神，
竟然看不出这些身形里面哪个才是他的本体。这秘术倒有几分奇特，竟然连我都无法分辨出这些身形里边哪个才是他的本尊。无藏，你分辨得出吗？他现在光站在那里还不曾出手，我也分不出。但他若是出手，一出手必然会带动神力，带动威势，到时候应当可以将他的本尊分辨出来。剑无双，你受死吧！分辨不出啊！就算他现在出手了，我也没办法分辨他的本尊到底是哪一个。好高明的秘术啊！无法分辨出本尊来，那就无法分辨施展的那些攻势到底哪一道是真的，哪一道是假的，这要如何抵挡？剑无双，麻烦大了！死！什么？哼！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我的本尊？我这一招，纵然是2重天界神都没法分辨出来，纵然是3重天界神，若不亲自出手，只是在一旁看的话，也未必能够分辨得出。可这剑无双，他才界尊呢，竟然一眼就看穿了我这一招的虚实，找到了我的本尊。就算找到了我的本尊又如何？你依旧得死！上！那剑无双竟然可以跟青阳拼成这样！青阳界神，你的最强实力，莫非就只有这点程度？单单这等实力还不够，青阳界神，你应当还有更强的手段吧？拿出来吧！如果我没猜错，应当也还有更强的手段不曾施展才对。是。既然如此，那就以接下来的一招定胜负，同时也是决生死。可以。他们2个终于要分出胜负来了。不仅是分出胜负，还是决出生死，就是不知道谁能走到最后。他们2个都已经展露出如此恐怖的实力来，还有什么手段不曾施展的？还有手段吗？剑无双，我接下来这一招，是我经过上千年的历练积累，随后闭关苦修40年，方才创出来的。它的名字叫9天血月。9天血月，我这一剑是在之前1年时间里，通过消化破解那棋局的众多积累感悟，从而创出来的。它的名字叫做永恒之光。那就看看，到底是我的9天血月强，还是你的永恒之光更胜一筹吧。那是最强绝学。的确是最强绝学，虽然只是1阶最强绝学，但能够创出，却也算是不错了。这一剑也是1阶最强绝学。这2人，他们施展最强绝招，竟然拼了个旗鼓相当。是旗鼓相当，他们创出的绝学威能非常相近。好家伙，这是要比耐力呀！怎么可能？我堂堂1重天巅峰界神，一消耗，竟然会比不过他一个界尊？不可能的，我绝不相信！这一战，我是要做给乌苍大人看的。我要得到乌苍大人的认可，我要前往飞雪道场，而这剑无双，它应该是我用来证明实力的踏脚石。我青阳，岂能败在一个踏脚石的手中？不能败，我绝不能败！
他吞服了丹药，在这1对1的决战当中吞服丹药。刚刚那丹药似乎是血凝丹，居然吞服血凝丹，卑鄙！这青阳界神还要不要脸了？剑无双，去死吧！青阳界神，你是自己找死！他刚刚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剑无双！混蛋！九海，你想做什么？九海界神，这里可是大禹宫，公主大人亲自在此，你行事可得注意分寸。公主，青阳是我弟子，现在他却被这剑无双当面杀死，还望公主能够替我做主。做主？替你做主？你当老夫是瞎子？哼！两人对决本就有凶险，有所死伤也是在所难免，更何况这对决是那青阳界神自己提出来的，且在刚刚的对决当中，分明便是青阳界神吞服丹药，欲要置剑无双于死地。既然如此，那剑无双杀了他，有何不可？剑无双，那是这股气息，这股灭世威能，神劫，是神劫！真的！刚经历大战，立马迎来了神劫，这未免也太巧了吧？啊，这威压，不对，这不是神劫。的确不是，虽然有威压在汇聚，但却并没有要立即降临的意思。征兆，不会错的，这的确是神劫即将到来的征兆。但凡是修炼者，在神劫即将到来时，都会提前出现征兆。这种征兆相当于是天道的一种提示，提示他神劫要到来了。然而，万古混沌世界，无数修炼者中，他们在渡神劫之前迎来的征兆，一般都是多出一种对神劫的感应，可以让修炼者感应到神劫到来。可这剑无双，他的神劫即将到来，而这征兆竟然直接形成了雷云，还是威压如此强烈的雷云。不是神劫，这是神劫即将到来前的征兆。征兆竟然形成了雷云！天哪！早就听说过，那些天才越妖孽，他们遭遇的神劫也就越加强横。而这剑无双的天赋之强，亘古未见，那他面临的神劫，必然也将极其可怕。剑无双，看来连老天都容不了你呀！单单神劫到来前的征兆，便形成了一片如此强横的雷云，本座都不曾听说过。而那真正的神劫到来时，必然惊天动地。你不是天资卓绝吗？区区界尊，战力之强，令大禹界域众多一重天神都无人能及。你那么妖孽，现在本座倒要瞧瞧，你是如何接下即将到来的神劫。120年后，太短了。的确不长，但最起码也来得及准备。公主，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还望公主能够应允。说说看。120年后，我的神劫便会到来，而渡神劫的地方，我想就在渡劫峰，不知道是否可以？当然可以。渡劫峰本就是专门用作渡劫的地方，任何人在那儿渡劫，对我大禹宫都有一定好处。
毕竟我大禹宫的弟子都可以在周边观摩积累经验的，特别是像你这样的绝世天才渡神劫，更是难得。你尽管放心在那儿渡劫便是，在你渡劫时，老夫会亲自在周边坐镇，绝不会有任何人妨碍到你。多谢。还有一事，我这1年的时间里，之所以能够实力提升如此巨大，全凭破解小罗星局的10年积累。若是有可能的话，我想再得到一次破解那棋局的机会。若是需要什么条件或者是代价，公主也可以明言，我会尽可能的满足的。那小罗星局虽然落入老夫手中，老夫跟乌苍平日里也偶尔会钻研一二，但对我2人来说却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才120年时间，直接借予你也无妨。你是我大禹宫的客卿，我大禹宫的众多资源你可以动用，像一些辅助渡劫的宝物或是丹药，我大禹宫内都是有的。当然，那些宝物都需要你自己用同等价值的宝物去兑换的。此外，之前从你那儿借的碧焰流沙葫芦，老夫也会在你渡劫之前还予你的。多谢公主。剑无双，乌苍大人，你天赋奇高，我闯荡飞雪神国那么多年，也碰到过无数天才，但能够跟你媲美的却少之又少。这次的神劫，我希望你能够度过。你若是能够度过这次神劫，我便会给你一枚令符，引荐你进入飞雪道场。那里面天才无数，远非一个小小的大禹界域所能够相比的。到了那儿，你的潜力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发挥。飞雪道场，一个神国已经颇为庞大了，而这飞雪神国的天才集中营虽然比不上星辰一脉，但对现在的你而言，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我知道，不过这得我能度过这次逆修劫再说。剑无双，渡逆修劫跟渡神劫一样，在渡劫过程当中，自身实力固然重要，但护体能力跟保命手段却更加重要。你有120年的时间，这120年，你不能完全盲目的用在剑术的提升上，还应当想办法提升自己其他能力。我知道，这小罗星局，我现在不打算破解。等我将自身护体能力跟保命手段都提升到之后，再慢慢破解也不迟。而护体能力，先自然是护体秘术。这金象秘术第2层，我之前也曾修炼过，可惜都失败了。而我现在虽然整体实力提升不少，但神体却没有太大提升。想要将金象秘术第2重练成，怕是不容易。若是正常情况下，你当然无法将金象秘术第2重给练成，但若是有一些天才地宝以及一枚先天荣骨丹的辅助，再配合你的神体，那就有可能练成了。先天荣骨丹，那是一枚强行提升神体强度的丹药，而且只是短时间内的。不过只要使用得好，却可以借助这枚丹药之力，让你练成金象秘术的第2重。剑无双，你不是这大禹宫的客卿，可以动用大禹宫的那些资源吗？你去问问，看看大禹宫内有没有先天荣骨丹，就算没有，你也可以让他们帮你去搜集。这先天荣骨丹虽然珍贵，但并不罕见，以大禹宫的能耐，想要弄到应当不难。好，我这就去问。成了，我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强度起码比之前要强出不下于10倍。剑无双，回血岩岛一趟。我正在全力以赴为即将到来的逆修劫做准备的，血岩岛主也肯定知道这一点，若不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估计也不会来打扰我。剑无双，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我天影师叔。
师叔，看来血岩岛也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不过也对，能够成为大禹界域的霸主那么多年，其实力又岂会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剑无双见过天影界神，无需客气。老夫常年闭关，倒是不知道我血岩岛内竟然出现了你这样一位绝顶天才。剑无双，今日我将你唤来，只因一事。这件事，我已经与师叔仔细商议过，最终才有了决定。便是想让你加入我血岩一脉。剑无双，你或许还有所不知，我血岩岛其真正的核心，就是血岩一脉。只不过在血岩岛内，真正属于血岩一脉的强者却并没有几个。像现在的血岩岛内，真正属于血岩一脉的，就只有我与师叔二人。血岩一脉，我血岩一脉，乃是由一位凌驾于界神之上的强者所开创的，曾经也无比辉煌，只是后来却没落了。到现在只能存在着一个小小的大禹界域内，持续到现在。而我血岩一脉传承到现在，一直有着一门无比了得的秘术，那秘术名为血岩国度。是这样，血岩国度。剑无双，你想不想修炼血岩国度？修炼血岩国度。剑无双，你天赋奇高，若是能够度过神劫，将来前途必将不可限量。但那神劫却非同一般，我能够帮你的有限，唯一能够帮到你的，估计就是这血岩国度秘术了。不过这血岩国度毕竟是我血岩一脉最重要的秘术，只有我血岩一脉的强者才有资格修炼，所以我跟师叔商量过了，你若是答应加入我血岩一脉，我便可以带你去修炼这门秘术。岛主，实不相瞒，我若是度过了神劫之后，便会立即离开大禹界域的，前往飞雪道场，或者是更加浩瀚的地方闯荡。所以我就算是加入血岩一脉，怕也无法替血岩一脉做什么呀。剑无双，你放心吧，我血岩一脉对麾下强者没有任何约束。你若是加入我血岩一脉，不管是想去做什么，依旧可以去做。你就算常年在外闯荡，也可以的。像我血岩一脉历史上也有过几人，便是我血岩岛之前的几位岛主，他们挑选了合适的接班人之后，便自行外出闯荡了，漫长岁月都不曾回来，这都可以的。